水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中国小米，今天先打个水钻。我们这个工作室呢，租了大概1个多月了，然后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啊，这个房子呀太热了，这边呢全部都是这种大玻璃，这是我们前几天刚刚贴了一个太阳膜，就是隔热的，也能隔住强光，但是它太阳晒进来呢，它这边开不了窗户。之前房东呢在这个位置开了一个窗户，把一个玻璃开烂了，然后它就是南北不通透，到了夏天的话，它这个风穿不过来。所以这2天刚刚买了一台空调，准备呢给这儿装一个空调。看这几天的天气呢还不是太热，等到了5、6月份的时候，天气逐渐热了，那买空调的价格也贵了，然后安空调的成本也高了。现在3、4月份装空调是最合适的。前2天了买了一台奥克斯奥之音2代的空调。这个机身的长度呢是88厘米，然后它这个通体颜色呢是一个莫兰迪金色的，前面那个面板是做了一个 U 型的设计，面板通体采用的是微雕光束面板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话筒，应该可以语音。确定好铜管的长度，先把内机的挂架装上，挂架是用钢钉固定的。缠这个绷带，想起那时候跟师傅学电没学会，缠这个胶带我缠的那是嘎嘎溜。这个地方呢多缠点胶带，防止它割伤了。水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中国小米，今天先打个水钻。这墙体是亲子钻，所以打这个孔的话，几分钟就搞定了。打孔的位置呢，要比内机略低一点点，这样排水管的话好排水。虽然不高，但是安全也很重要，必须得扎上安全绳。从窗户出来这个位置呢，刚好可以打孔。做安装呢，我们经常会遇到装空调的师傅那么高，打着一个安全绳就出来干活了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职业。肩上若无千斤担，谁会拿命度明天？所以他们真的很不容易。遇到高危职业的这些师傅们，一定多多给他们鼓励与支持，开心的工作。挂好机器，我们现在等待抽真空的时间。空调现在装好了，我们来试一下机器。它这个机器是一个语音智能控制的，完全不用联网，通上电就能对话了，而且还能识别我们的土话。我试试我们的山西话。你好，小欧。您好。打开空调。空调已开机，自动模式25度自动风。打开上下摆风。已为您打开上下摆风。说我们方言也能听得懂，哎，还挺好用的。我们用这个测风仪呢，测一下它的风量是多少节。我们靠近风量最大的位置。最大风量应该是6.1到6.2。这个导风板相比1代升级了近30%，可以自动调节风速、导风角度，冷风不直吹。这么大的风照这样吹，挺费电的吧？咱们可以实际测一下它的用电量。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电表的计量器呢，看一下它现在的数值，然后我们让它吹10个小时，10个小时以后我们再对比一下，到底能用多少电。现在是个520，哎呀，这个数字真好，520。我们把这个数字记住啊，然后等10个小时以后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哎，后边对应的数字是多少。现在是3月16号，然后现在是中午12点15分，然后我们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，监测10个小时，然后把这个空调呢开到最大风量，制冷模式开到最大，然后10点来看结果。把整个房间的用电设备全部关掉，然后只留一个空调。完了，那把网也断了。现在是晚上10点，我们刚刚过来。说一个真实的情况啊，下午2点半有人过来，不知道这个空调是我们要测试，然后给关了，关到5点，大概关了2个半小时。所以说它现在实际开了就是7个半小时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用电量。现在这个数值显示的是523.2，也就是用了3.2度电。如果我们加上那2个半小时的话，应该给它估计的话4度电差不多。
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房子里的温度。现在我们这边呢天气也不是太暖和，到了晚上这个温度呢，家里的室内温度一般是在24、25度的样子。这个房间呢是我的工作室，空间也比较大，但是它现在的实际温度呢降到什么程度了？这个有60、70平米的空调在那边啊，离这边大概有个5、6米的距离。我们从这个位置能看出它的这个现在的温度是18.7度，它的能效标示呢是1级能效。看这个数据的话，能效确实不错。听你说的这么好，这一定很贵吧？其他品牌像这个功能的大概在3500元以上。现在赶上奥克斯奥法节活动，买奥珍英2代差不多2000多就能买一台。这么便宜啊？那我车子后头也搞一台吧。嗯。